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终于在这寸土寸金的京城有了立足之地。娘，如果您还活着，一定会为女儿感到骄傲的。女儿，你有没有事啊？孤儿寡母上船不吉利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别上船犯忌讳啊！我男人还在船上呢，我可不想像你一样带着个拖油瓶守寡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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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，都给我等着！以后我一定会赚很多钱，到时候你们都会跪着求我，赏你们一口饭吃。娘，你在天上看见了吗？女儿当年说的话都做到了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你就是陆芷渊。客官，本店明日才开业，您若是吃饭住店，请明日再来。你比我可，你就连自己姓什么你都不知道。这是哪来的疯子？客官，你若是再不走，我就喊人。你们燕家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！有没有搞错？我姓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疯男人到底是谁？你们燕家人都是吃人不眨眼的恶魔！渊儿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呢？娘一直在这儿给你补衣服呢。你看看，都16岁了，还跟个孩子似的。出去一圈回来，衣服上全是破洞。16岁，我回到了10年前。娘，我好想你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又被人欺负了吗？没有，娘，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特别有钱，我还开了一家酒楼，然后，娘，过去10几年，我一直都怕你伤心，所以没有问过你，为什么我是跟着你姓陆？为什么你从没提起过我爹爹？是不是外面的人跟你说了什么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些？我们和燕家是什么关系啊？姓燕的都不是好东西。渊儿，你也长大了，我不该瞒着你。但那燕家纵使有千般富贵，我们也不惜得沾染。燕家？哪个燕家？现在的京城首富燕瑞鹏，便是你的生父。陆家就剩我一个孤女，我父母给我留下了万贯家产，燕家与我们陆家是世交，燕家怕我孤苦无依，便差媒人来说，我若无处可去，就来燕家吧。我当时年轻，只想着燕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将来他就是燕家的家主。我嫁过去，倒也安稳。我嫁进燕家后，燕家用我的银子与嫁妆做生意，渐渐的富庶起来，我也有了身孕。可是，我万万没想到，
不知羞耻的贱人！当年燕家看你孤苦无依，让我娶你好好照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勾引府里的管家与人私通，本应该要将你进猪笼的。念在我们夫妻一场，将你逐出燕家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老爷，我已经怀了你的骨肉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，老爷！谁知道你肚子里的杂种是谁的？滚！老爷，莫生气，为了这种不知廉耻的贱妇，气坏了身体可不好。而且我也已经怀有身孕，大夫说是男孩，咱燕家香火有望。没想到燕家竟害我们母女至此。好华丽的府邸，可这一砖一瓦都是和着我娘亲的血肉砌成的。住在这大宅子乐享其成的人，可会心安？每一个坐在本该属于我母亲的东西上享乐的燕家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帮帮我，这边还没找过，到这边看看。今天一定要找到燕公子，不然我们都要完蛋。是。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个人去那边了。啊，走。他是那个疯子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他有人格分裂吗？走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燕家正在招婢女呢。听说了，人家上面写的是要15到19岁的小丫头，对嘛？咱们两个老东西就没机会了。小芷月，发什么呆呢？早上爹和我说钱伯伯船上要女工，钱伯伯人很好的，你和你娘去了肯定不会受欺负。谢谢你啊，嘉旺哥哥。不过我刚才听说京城首富燕家也在招工，我想去试试。可是燕家大门大户的，咱们这种干苦力的去了也会被瞧不起。嘉旺哥哥，当年多亏了你们家救了我娘，我们很感谢顾叔叔，所以一直留在码头。从小我娘就教我看书算账，跟我讲范蠡3聚财富积柱之礼的故事。可是我在这码头永远也用不上这些道理，所以我想出去看看。我陆芷渊一定会出人头地，把那些曾经欺负过我、看不起我的人全都踩在脚下。这边。燕家，我终于进来了。曾经欺辱我娘、杀我性命的人，我陆芷渊都会将痛苦1000倍100倍的还给你们。哎呦，是真的呀！这真是不敢相信。肃静，叽叽喳喳的，成何体统？这燕家可是京城最富贵的人家，不是你们那些破烂市井，在这里就得讲燕家的规矩。脸上手上没有外伤，身上没有疮疤的，往前站一步。在主家干活，可不能吓着主子。识得数字百家姓的，继续出列。很好，这燕家贵宾众多，若是请了不识数、不识百家姓的婢女，岂不是给燕家丢脸？你们张嬷嬷，
瞧瞧你干的好事，招个账房连数都算不清。吴大娘子息怒，一定是我那侄子骗了我。他跟我说他在老家管一间客栈的账目，这。吴大娘子吴雅静，哼，来得真巧。大娘子息怒，奴婢从小便在码头跟着账房打杂，码头几百工人的工钱支出，奴婢都看得出来。大娘子若是不放心将账本给我，只需摘出一页给奴婢看看，有什么问题，奴婢都看得出来。小贱蹄子，闭嘴！你还没进严家的门。张嬷嬷，把21页翻出来给他看看。是。小贱蹄子，你可看仔细了。大娘子，你看第4行。去年粗布的件价不会超过100钱，可上面却写了300钱，这其中肯定有猫腻。小丫头不错，当个奴婢端茶送水，可惜了。去账房当个打杂的吧。谢大娘子。小丫头，燕府不是你逞能的地方，下次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张嬷嬷说笑了，刚才若不是我哄着大娘子消气，那遭罪的可不是张嬷嬷你吗？哎，你去书房干嘛？过来！你书房干嘛？啊！我干嘛？你这个废物扫把星，你配读书吗你？你配读书吗你？是他真的在燕府？燕府的事，少听少看。啊，你配吗？走，过来。为什么看起来和上一世差别这么大？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陈管事，这是大娘子新招来账房打杂的，机灵得很。以后账房有啥杂事，就交给他吧。一个女娃娃能算账吗？既然是大夫人交代的，那你带到后院，给她安排一个扫地的粗活吧。好，那就跟念儿住一屋吧。张嬷嬷，我今天想先回去拿些换洗衣物。燕府月休1天，你今天要是回去了，这个月就不能再出府了。好。我去燕府这事还不能给娘说。渊儿回来了，顾大哥吃了工钱，娘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鸡蛋。来，娘，我今天外出找了份在账房打杂的工作。渊儿，怎么这么突然呢？娘，码头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是又苦又累。年纪慢慢大了，我不想让你整天干着粗活，家里也只能在发工钱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荤腥。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不要再这么辛苦了。我的渊儿终究还是长大了，是娘不该一直把你放在身边束缚。那你是到哪户人家做工？是东市的一家药房。哦，那家掌柜知道码头离得远，还特意让我住在铺子里。娘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那记得得空了回来看看娘啊。张嬷嬷跟我说过，我屋子里要来一个人跟我同住，就是你呀。张嬷嬷说你机灵，比我能干多了。既然我比不过你，那我这屋子就不欢迎你，你另外找地方去吧。好个捧高摔惨！我陆芷渊多活10载，还能怕你们这些小伎俩？你进来干什么？不是说你聪明吗？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？
聪不聪明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傻倒是真的。张嬷嬷说几句话就能让你给她当枪使了。我来燕府是讨生活的，不是来跟你拌嘴的。既然我们分到了同一屋檐下，那我劝你还是安生些，你说对吗？好啦，我就吓唬吓唬你。既然我们分到了同一个屋子里，今后还要相互帮扶呢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念啊。那我问问你，咱们府里有没有一个个子高高的，长相英俊，大致25、6岁左右的男子？那可多了去了，老爷的护卫、前厅的小厮都这般样子。难道他是燕府的仆人小厮？燕府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，最后变成那般疯癫模样？现在已经知道他是燕府的人了。第一次燕府的家丁在找他，第二次好像燕府的人在欺负他。难道他是在燕府犯了什么大错，然后被打傻了？你是那个杀人？姑娘认识我？你忘了那天在巷子里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多谢姑娘没有声张。是我不想叫出声吗？是你把我嘴捂得死死的。你也是燕府的人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做什么的？姑娘问题可是真多呀，不过我劝你，还是别好奇我太多事情，对你不好。你是燕府的小厮吗？上次燕家的家丁抓你，有没有回去欺负你啊？姑娘还是别好奇了，希望我们以后别再见面了。那你总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？我姓燕，名不回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近吴雅静？只有越快接近目标，才能越快查明母亲当年被害的真相。老爷就快回来了，赶紧把后院打扫干净。哦，有了，张嬷嬷，上次碰巧帮了你一次，这次该你帮帮我了。哼！好你个小贱人，刚进燕府就开始偷东西，说偷燕府的账本做甚？张嬷嬷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是大娘子安排进账房工作的。好，提起这茬我就来气，你用下作的手段把我侄子赶走，还把大娘子蒙在鼓里。我现在就拉你去见大娘子，让她好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。张嬷嬷，你放开我，放开！大娘子，大娘子，你放开！这个小贱人在府里偷东西。张嬷嬷，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？我本来不想为这点事情来打扰大娘子，可这个小贱人，她偷的是府里的账本儿，奴婢担心啊，她是受人指使，对燕府不利。你跪下！大娘子，你看，奴婢在门外偷偷打量她很久了，她在账房翻箱倒柜，找到这个账本儿，偷偷藏起来，准备带走。我以为你是个机灵的，但到底是市井来的卑微之人，就是下贱，改不了见利忘义的毛病。说，是谁指使你来燕府的？大娘子，没有人指使我，我是发现……大娘子，老爷回来了，正在前厅等您呢。陈妈，你快看看我的妆面怎么样？老爷外出经商2年了，回来了可不能看见我不好的样子。燕水鹏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呦，
你总算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我想你想的心肝都噗噗噗的疼。我知道，大娘子手家定是劳心费神了。我给你带了一些上等的滋补药材，好好补补身子。老爷，你放开我！老爷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奴婢今天在家里抓到一个偷账本的贼，请您好好处置。请老爷明察，奴婢昨日才刚进燕府，幸得大娘子赏识，才免去做粗使丫鬟到了账房打杂。奴婢原本想着陈管事那儿的账本都是些日常采买，看看不打紧的，就随手翻看了2页，可谁知里面竟然大笔错账乱账。奴婢只想找出关键证据告诉大娘子，免得大娘子遭受蒙蔽，可谁知常嬷嬷不由分说，拉着奴婢就到大娘子的院子里来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不是见利忘义的市井小民，快起来吧。来人，在，将张嬷嬷杖责，赶出燕府。老爷，饶命啊！大娘子，你快求求老爷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！让你受委屈了，没想到陈管事竟会背着我做出出卖燕府的勾当。老爷，都怪我管家不力。此事与大娘子无关，都是那些下人看人下菜碟，是你心太善了。小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芷渊，陆芷渊。一听就是读过书的人家给他取的名字。从今日起，后院的账目你来负责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大娘子，大娘子可是最好相处的啦。谢老爷，奴婢必定尽心尽力。老爷，二公子要出门，门口的护卫先到，没让二公子出去，老爷可要见见二公子。把他给我带过来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不回，你可知你犯了什么错误？我无话可说，任何惩罚我都接受。给我打，打到他认错为止。是。孽障，既然回到了燕家，就要担得起燕家的责任。我为了燕家每天殚精竭虑，燕家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，守家容易守业难。不回，你要懂得我的良苦用心。嘿，你看一看，打，往死里打！老爷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在这2年，他不知道跑出去多少回呢。这个扫把星一出现，果然没有好事。看把老爷你给气的。燕瑞鹏言语间应该和燕不回关系匪浅。之前听母亲说起，燕瑞鹏和我母亲应该是原配婚姻，母亲怀上我便被逐出了燕家，并未听说家里还有兄长。罢了罢了，我就知道你不肯认错，我也不能将你打死了。当年老爷子苦苦哀求族长，说要把你接回来，现在老爷子不在了，你要珍惜老爷子为你安排的一切。金贵不喜经商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，以后燕家的家业都是要交给你的。老爷，公子又晕了，快快快，请郎中，请郎中！这个疯子竟然是我小叔。看来他在燕家不止挨过这一次打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让燕家这么讨厌他？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你伤成这样，他们就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了。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燕家，那就别好奇我的事。我看你和燕家其他人不同，我想害你。我这里有金疮药，以前我在码头干活受伤的时候都用这个，你用了能好得快些。来，你转过去，我帮你上药。微烟韶华流转，好醒了3000之战。好了，这几天你不要碰水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燕府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我。若是姑娘以后有困难我能帮得上，我一定万死不辞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我姓陆，以后你可以叫我芷渊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念儿，今天上午燕公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燕老爷子还有一个弟弟啊？他们燕府的事情你少打听。切，我看你是不知道吧？看来这么多年你在燕府算是白待了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是不惜的说，燕公子啊，是前家主燕老爷子宠妾生下来的儿子。他娘生下他之后啊，就难产死了。燕公子出生不久后啊，燕家生意啊就一落千丈。燕家族长宗亲都说，燕公子生来不祥，就把他送走了。要不是燕老爷子临终前坚持要把他找回来，这么一个灾星，燕家怎么会再把他找回来？现在大家不提他呀，是怕被他克上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事情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？这一世的燕不回跟我一样，也是个被燕府欺负的可怜人。那如果我保护好他，是不是10年后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？唉，燕不回上一世那般疯癫，一定是被燕家给逼疯了。那这么看来，帮他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如果欺负他的人得到报应，他应该会好受一些。这么大一个府邸，账本一定不会干净。老爷，奴婢这几日在翻看燕府账本的时候，发现府里的张嬷嬷一直中饱私囊，府里采买竟从不比价，买的都是京城不知名小商铺的货，可价格却是市面价格的3倍还多。可张嬷嬷是大娘子身边的贴心人，我怕大娘子不忍心追究到底。虽说张嬷嬷已被您赶出府，可府上的生意却难以再维系，因此只能先来禀告老爷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，看来是我打轻了。把张嬷嬷给我抓过来。是，老爷。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抓我干什么？张嬷嬷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你在燕府这么多年，竟然利用府里的职位，偷偷营私。老爷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呀！奴婢对燕府一直忠心耿耿，采买的事情都是大娘子吩咐奴婢去做的。劲儿，到现在还敢攀扯大娘子？是大娘子把你带入燕府的，她一直对你不薄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来人，审问，把这双身给我剁了！是，不要！老爷冤枉啊！府里采买的铺子真的是大娘子吩咐奴婢去做的。我想起来了，
那间铺子的掌柜也姓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大娘子问清楚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你跟我来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场好戏。什么意思啊？老爷已经带着张嬷嬷去大娘子的屋里了，之前大娘子肯定没少欺负你吧？以前你受的痛苦，我帮你还给他们。老爷，你怎么过来了呀？雅静啊，我听说张嬷嬷这些年在府中一直利用职位谋取私利，她是你的人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啊？我竟不知道张嬷嬷是这样的人。老爷，您说怎么处置，我听老爷的。那就直接打死，以儆效尤。老爷说的对。大娘子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对我！一直以来都是你吩咐奴婢在做事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管老奴啊！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死到临头还要污蔑我！大娘子，好，既然你不顾我们主仆之间的情分，那老奴也没有顾忌了。回老爷，府里采买的那间铺子掌柜姓吴，就是大娘子的亲侄子。这么多年，大娘子一直高价从他亲侄子手里采买府里用品，多出来的差价进了他们姓吴的口袋。老爷，吴雅静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老爷，你休停这个贱奴胡说八道！我可是一心为了燕家，老爷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多年，吴家不待见我，多亏老爷收留了我，我才有如今的日子呀。亏你还记得，吴雅静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是如何惩治府中不听管教之人。来人，在，将这个贱奴乱杖打死！是。老爷饶命啊！芷渊，谢谢你。燕府从来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。你放心，以后燕府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我一定帮你还回去。不过你千万不要记恨他们，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疯子。芷渊，你这是在说什么呀？啊，我走了，以后有困难记得来账房找我。芷渊，你来燕府只是为了当一个下人吗？昨天有下人看到你站在我的院子外，是不是你向老爷告的密？是又如何？燕不回，这是要帮我担罪吗？看来是我平日里对你的管教太少了，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敢在我的头上动心思。今日我就让你清楚，你就是燕府的一条狗，是连下人都看不起的存在。我是燕府的一条狗，那你又算什么？是吴家的一颗弃子，是燕瑞鹏的玩物，没有燕瑞鹏的吩咐，你敢打死我吗？大娘子息怒！昨日老爷刚对大娘子起了疑心，如今大娘子再为此事动怒，只会显得心虚，会更让老爷怀疑的。这里还轮不到你这个小贱人说话。你进府时，要不是我提拔，就只配做一些浆洗打扫的粗活。还有你，就算是老爷的亲弟弟，与下人一样卑贱。狗，
是永远抬不起头的。哼！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白天，你又帮了我一次。我带了一些药来看你。别动。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哦，药已经擦好了。芷渊，以后你不要再为我受伤了，好吗？其实现在的燕不回一点也不坏，可他是燕家人，是我的小叔。燕不回，能不能看在我今天为你挨了一巴掌的份上，跟我讲讲你的故事？燕家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告诉你也无妨。从我记事开始，我就生活在白杨镇。我只知道我的父亲是京城有名的富翁，直到10岁那年，父亲病危。儿啊，爹对不住你，让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爹已立下遗书，若我走后，燕家人再敢驱赶你，你便可以直接继承燕家所有产业。因为父亲的遗嘱，燕瑞鹏只能把我留在燕府，他不敢送我离开。族长和外戚会拿遗嘱说事，他会失去权力。吴雅静怕我阻碍他的儿子继承燕府家业，巴不得我早点死。所以燕瑞鹏对于吴雅静所做的一切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你恨燕家人吗？燕不回，我害怕你被燕家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变成一个无药可救的疯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合作吧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芷渊，我知道你来燕府的目的不简单，可是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想帮你。我们不可以，因为你是我小叔啊。芷渊，对不起，你不要害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能从你的眼中看出对我的恐惧。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我来燕府之前做过一个梦，我梦见你把我杀了。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燕不回，你想在燕家站稳脚跟对吗？不再被燕瑞鹏和吴雅静欺负，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。能帮到你，我愿意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燕家这几天应该有一批货物要装船出海，但不久之后就会遭遇海啸。燕家这2年积攒的所有货物都在这艘船上，你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要阻止这批货物上船。芷渊，你是如何知晓这些的？你只管照做就是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，奴才方才收到船工的飞鸽传书，说船上没有看见我们要出海的货物。奴才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前天二公子假传老爷口令，说这批货物不装船了。这个燕不回如此胆大包天，把他给我找来。是老爷。再把燕家族长叫上。燕不回这次犯下如此大错，没有人可以保得了他。你别喝了，你听说了吗？燕家那个灾星啊，这次犯了大错，燕老爷子连族长都请了过来，他这次不死啊，也要脱层皮。什么？
他怎么这么傻，就相信我了，竟然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。哎呀！各位族长，今日见证，我燕瑞鹏苦心经营燕家，外出2年，终于集齐物资送给买家，可他燕不回竟然做出此等错事。这批货物如果没有按时交到买家手上，燕家可是要赔偿3000两违约金的。若是今日大家还纵容他燕不回，好，那我这燕家家主不当也罢。我们都知道你这么多年辛苦了，可是燕老爷子留的遗言，我们不能违背呀。是啊。大家手里不敢忘记燕老爷子遗训，可这燕家100年基业不能被燕不回继续祸害，那这坏人就只能由我来做了。我提议将燕不回双腿打断，再也出不了燕府。看来也只能这样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打！老爷，船沉了！哎，不好了！原本我们要招船的货物在海面上遇到海啸了，船沉了！什么？其他家货物的船也沉海里了。刚才陈掌柜问我们家损失多少，我赶紧来禀报老爷了。老爷，都是奴婢的错。前几日与燕公子闲聊，说了些码头上讨生活的经验，没想到燕公子竟然一直记着。前2日我在海边码头看到海水暴涨，仿佛海面不同往日。我以前做过很多错事，倘若直接说出，恐怕燕府无人能信。但我也是燕家人，我不想让燕家遭受灾难。原来是这样，快，把公子扶起来。燕老爷看到小公子现如此为燕家着想，在九泉之下会瞑目了。是啊，也该让不回承担一下燕家的事务了。各位族长，说的是。那以后码头的生意就都交给不回管理吧。那燕不回是什么下贱东西啊！老爷竟然把码头交给他管，那照这么下去，就踩在我儿子头上了。大娘子莫生气，老爷也是碍于族长的面子，老爷心里看重的还是我们少爷。我看这2次都是那陆芷渊那个丫头在替公子出头，不然咱们先治治他，让他看清这后院里谁说了算。我在燕家做小伏低这么多年，终于熬出头了。谁要是敢挡我儿子的道，我定叫他生不如死。去给我把那丫头带上来。大娘子叫我来，是有何事？姐，你忘了是谁把你留在燕府？谁是你的主子？竟敢为了燕不回2次忤逆我！你这张小脸倒是有2分姿色，难不成看上燕不回了？大娘子慎言，奴婢只是一介下人，可燕公子未来是要继承燕家家业的。还敢胡说八道！这整个燕府将来都是我儿子的。吴妈，给我把他的手掰断，脸刮花丢出燕府，让府里的下人们好好看看顶撞当家主母的下场。是，大娘子。老奴一定让他的脸这辈子都勾搭不到男人。大娘子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只要我儿子能顺顺利利的继承燕家，报应又如何？芷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袁不回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闯我的院子！走！站住！谁让你们走了？进了我的院子，还想轻易离开？
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拿下！嫂嫂莫不是想今天杀了我？若嫂嫂没那个胆子，我劝你还是谨慎行事。父亲的遗书中说过，若燕府不善待我，那下一任家主是我。哼！我劝嫂嫂为了燕金贵，这口气还是咽下为好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燕金贵已经在青楼待了2天，嫂嫂与其在这儿为难我们，不如严家管教燕金贵，这样的德行，如何打理燕家？我们走。芷渊，对不起，又让你为我受伤了。燕公子，以后请不要对我这样。芷渊，为什么你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？如果你讨厌我，为什么你在我受伤的时候又来看望我，还为我上药？你对我也是有一点点好感的，对吧？燕公子请不要多想，我是在码头长大，粗鄙不堪的下人，配不上燕公子。我不在乎这些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燕不回，你不要天真了。我从小和我娘在码头做着苦力，还要被人欺负。我好不容易来到燕府，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只有在燕府爬得越高，我才能活下去。我和你不管是身份还是血缘，燕不回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就让这残魂一缕追溯一片天地，千金难淬炼如生一世。燕不回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终究是不可能的。他不诉你，是为守护你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我发工钱了，给你带了好多东西。我的燕儿懂事了，知道心疼娘了。娘，我在工作的地方碰到燕家大娘子了。她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欺负你啊？娘，你放心吧，大娘子并不认识我。你能不能跟我讲讲，你当年是怎么被燕家陷害的？你也大了，这些事也应该告诉你。当年燕家有一位离家很久的小少爷回府，燕家有给他安排一众下人伺候他的生活起居，我作为燕家的主母，自然要打点这些。离家很久的小公子，难道是燕不回？那晚白管家来我房里询问小公子要如何安置，可不知为何我突然头晕燥热。管家，我今天身子有些不适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大娘子，让我陪你一起休息休息嘛。你干什么？走开！你走开！姐姐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！老爷，不关我的事，是大娘子勾引我。老爷，大着肚子还敢偷男人！回想那日，我吃的东西与往常无恙，只有傍晚时，吴雅静房里的人给我送了一碗安胎的补品，一定是他害我。娘，燕家欠你的，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好孩子，若陆家还在，娘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可如今我们孤儿寡母，娘只想你好好的。吴雅静，你的安稳日子是时候到头了。芷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这位兄台，这边这个屋子住的是何人啊？
哦，这家住的是个姓陆的女子，她16年前挺着个大肚子，就来到了我们码头。宫长看她孤苦，就收留了她。多谢兄台。啊，16年前，姓陆的。居然是他！爹，不会啊，这是你的哥哥，还有嫂嫂，以后就由他们抚养你了。爹，你放心，如今我也是当娘的人了，自然看不得孩子受一点苦，我会照顾好不回的。当年我回燕家没有多久，嫂嫂身怀有孕被赶出燕家，没想到如今竟然在这遇见他。陆锦熙，陆芷渊，难道芷渊是？芷渊来到燕家，定然是为了调查他母亲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他对我说的那些狠话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是燕瑞鹏的女儿。今日我在整理账本的时候，发现外面的物价有些异常。你最近可以在码头收购一些低价的生丝绸缎囤积起来，相信过不久，京都布匹的价格就会大涨。好，你就这么相信我啊？上次海啸沉船的消息，要是来的稍晚了些，你可就真的变成残废了。芷渊，你说的我都信，可你曾相信过我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前几日我在码头检查货物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你回家探亲，你娘亲和我前嫂嫂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过你随母姓，我前嫂嫂正好也姓陆。你说这个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？燕不悔，你过分了！芷渊，我知道你来燕府是为了了解你母亲李府的真相，我可以帮你，为你报仇，然后我们一起离开燕府，好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就该知道你是我小叔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，我们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。你疯了！我已经找到了当年陷害你母亲的证人。白管家，进来吧。是当年害我母亲的白管家。老奴白强，自幼在燕府当差。那年我家老娘得了重病，无钱可治，不知道吴小娘子如何得到消息，便跟我说，只要听她的话，陷害大娘子，便会给我一大笔银子，便放我出府。老奴实在没有办法，便答应了吴小娘子。你怎能做出如此下贱的事情？你把我娘害得好苦啊！老奴当年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才答应了吴小娘子。这些年，老奴想起这件事，也是后悔不已，所以才答应燕公子来向姑娘说出实情的。走，你跟我当着燕家所有人的面说出真相，还我娘一个清白。姑娘饶命！如果我出去，老奴真的就没有活路了。我还有一个关于你母亲更大的秘密，等我说完，你再做决定也不迟。好，你说。当年陆大娘子
嫁给燕家其实是燕家的一场阴谋。当年燕家已经是岌岌可危、强弩之末了，燕家宗亲商量了很久，才想起陆家还有一个继承了万贯家财的孤女，所以才托媒人上门提亲的。他们想用陆家娘子的万贯家财来填补燕家的亏空，即使当年老奴不陷害陆大娘子，过不了几年，陆大娘子被掏空了，也会被燕家唾弃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原本以为吴雅静是为了上位才不惜陷害我娘，没想到整个燕家都是如此歹毒。先下去吧。芷渊，燕家就是一个吃人的漩涡，我不想你再继续卷入进去了。我们一起离开吧。小叔，娘，我凑到钱了，我们去看大夫吧。孩子，娘已经无药可救了，钱留着做买卖。娘相信你一定能实现理想。不要，娘！娘没什么可以给你的，只有最后一句话：不要相信男人，在利益面前，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都成了玩笑。元儿记住，脚下的路要靠自己走，才踏实。娘，你叫我什么？你是燕瑞鹏的弟弟，我是燕瑞鹏的女儿，你自然是我小叔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为我做的这一切又算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靠近我又推开我？我一开始费尽心思进入燕府，就是为了找出我娘被害的真相。你还没有资格叫我放弃。芷渊，燕府根本不是你了解的那样。燕瑞鹏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正直和善，其实他是整个燕府里面最虚伪的人，你斗不过他的。那我也不会站在你身后，我要靠自己，手刃仇人。码头的冬天寒冷刺骨，打我记事起，一到冬天，我娘的手上就生满了冻疮。元儿，元儿，你先回去吧，娘在这儿再吊一会儿，等娘吊到你，我们就能喝口热鱼汤。不，娘，我不回去，我们抱在一起更暖和。码头上的男人看我娘亲孤身一人，都来欺负她。你们孤儿寡母的多不安全呀！不如跟了我来照顾你们呢。我原以为我陆芷渊出身卑贱，命该如此，所以我努力工作，什么活儿都干，什么苦都吃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燕家，都是燕瑞鹏和吴雅静害的。所以燕不悔你告诉我，
我该怎么放弃？我如何离开？可是，你要一直待在燕府的话，燕瑞鹏迟早会知道你的身份。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你是燕府的女儿，那我们就……我们本来就不可能在一起。燕不悔，你也姓燕，你也是燕家人。那如果我不是燕家人，不是燕瑞鹏的弟弟呢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梦，梦里你把我给杀了，所以我一开始接近你，就是因为这个梦太真实了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。如果这让你误会我对你有意思，那我跟你说声抱歉。竟是如此，我原以为在这冰冷的燕家，终于有人真正关心我了，我还信以为真。陆芷渊，既然你一心想回燕家报仇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芷渊，芷渊，芷渊，老爷叫你过去前厅呢。是有什么事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族长都来了，看着不像什么好事，肯定是你闯祸了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他真的是当年陆大娘子腹中的孩子？正是。郑大人的小公子议亲这件事，你看咱们……兄长，我有要事和你说。这里也没什么外人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昨日我在码头监工室发现了16年前离家的陆娘子，我还当是看错了，我便靠近查看，发现真是钱嫂嫂，而且她还有一个女儿。此女子正在我燕府后院做账房。什么？老爷，这丫头肯定是贪恋我们燕家的荣华富贵，想浑水摸鱼混进来。你可千万不要轻易上当受骗呀！这该死的燕不悔，如果我现在不把身份认下来，他是马上就要被赶出燕家，再也进不来了。老爷，我从小并不知道我爹爹是谁，我母亲只跟我说过，他曾犯下大错，被夫家嫌弃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。老爷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姑娘，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我从小便随母姓，我母亲也姓陆，叫陆锦溪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。这真是我们燕家的孩子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快起来啊！老爷，闭嘴！当年纵使锦溪有过错，但她肚子里的孩子实实在在是我燕家的。即日起，陆芷渊改名为燕芷渊。管家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尽快草拟请帖，我要宴请京城世家大户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燕家大小姐回来了。是老爷。瑞鹏啊，这件事办得妥当，
郑大人的小公子正在议亲，我还担心我们燕家只有一位小姐，万一郑大人看不上，就错过了跟郑大人他们家成亲戚了。郑小少爷喜欢美貌的女子，只愿这丫头像他娘风姿绰约，定能迷住郑小公子。对。老爷，那你让这贱丫头回来了，咱们双双怎么办？你可是最宠爱她的。妇人之仁，燕家的女儿要是不能给燕家带来利益，那她就不配继续在燕家待着。先下去吧。老爷，滚！我跟你说啊，燕家又如何？我隐忍多年，就是为了我儿女一生荣华富贵。有机会，谁敢动他们，我做鬼也不会放。别跑，一定不能错过。爹爹让他住这么偏僻的西院，看来我这新姐姐也不过如此嘛。这不知道哪里来的乡下野丫头，怎么能跟小姐比呢？小姐您住的暖阁呀，可是整个燕府最舒服的地方。走，让我们去瞧瞧这个新来的燕府大小姐。哼。哟，你这乡下来的穷丫头，居然还会识字念书呢，怕不知从哪儿偷学的吧？你是谁啊？大胆！这是燕府家的小姐，看见了还不行礼问安？哎，他娘当年不就是因为和管家私通才被赶出燕府的吗？不识得礼仪规矩也很正常。你，哎呀，我刚才就想伸手扇扇风，怎么就把妹妹扇倒在桌子上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从小在码头上搬搬扛扛的，手劲比较大，妹妹别见怪啊。你快放开我家小姐！你，小姐没事吧？怎么，你也热了？想让我帮你也扇扇？你怎么能如此粗鄙？我这才刚回来，就开始姐妹相争，爹爹知道了岂不心寒？小翠，小姐好寂寞，明天她就等着在京城权贵面前丢尽脸面吧。味道怎么样？父亲，女儿不孝，这么多年未能承欢膝下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好，女儿啊，一会儿郑小少爷来了，定要陪他多聊聊天，知道吗？燕瑞鹏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燕老爷叫我们干什么呀？哎呦，郑大人，郑小少爷，好久不见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小少爷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燕芷渊，看你一会儿怎么办？小少爷，进来可好啊？什么破茶？哎呀，好得很呐！这位便是燕府的大小姐啊。燕芷渊，
这远看就觉得闭月羞花、沉菊落雁，这近看啊，更是风华绝代啊！燕大人好福气呀！唉，至于二小姐，也娇俏可人。想害我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妹妹，你的衣襟有些乱了。哼。燕二小姐的行为真别致啊！还不退下！燕某教女无方，让郑少爷看笑话了。无法，无法。这只是开始。哼。父亲，我担心妹妹想不开，跟出去看看，免得她再做傻事。去吧。燕大小姐，现在的局面你可满意？燕不悔，你不是说要亲手报仇吗？那我就帮你一把，让你站在燕家的中心感受一下燕瑞鹏的虚与威仪，吴雅静的阴狠歹毒，以及整个燕家的冷漠和装腔作势。陆，不对，燕芷渊，我祝你大仇得报。哥，肯定是他害我，才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。我踩死你个贱人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敢设计陷害我妹妹！我踩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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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怎么回事？女儿，女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自己掉进水里的。爹爹，你别怪弟弟妹妹，他们以为我是从码头来的，以为我善水，才跟我闹着玩呢。爹爹，你可千万不要怪他们，都是女儿的错。女儿出身卑贱，不配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玩。爹爹，你千万不要怪他们。你这手！哎呀！方才在宴会上失礼，我还没有责罚你，现在竟敢不遵长节！燕府的规矩礼仪，你们两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老爷息怒，双双他不是有意必才，他一定是怕你以后不再宠爱他了，才一时犯了糊涂呀。爹爹，你要怪就怪女儿吧，女儿刚来燕府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弟弟妹妹们排挤我，实属是正常的。
爹爹，都是女儿不好，你可千万不要为此气坏了身子。快起来！你之前在燕府管理账目做得不错，大娘子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教育好，可见精力不济，难以管家。从今日起，后院的账目就由芷渊你来管理吧。老爷，闭嘴！谢谢爹爹，芷渊一定尽心尽力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一步一步击垮你。芷渊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大娘子，我来拿管家的钥匙。李妈妈，把钥匙拿给大小姐。是。大小姐说好。吴雅静怎么这么容易就把钥匙给我了？等明日郑家那个好色的小儿子来了，就让你和你娘一样被赶出燕家。郑少爷，小女双双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支舞蹈。好啊，快请燕小姐上来表演。哎。好啊，好，好。好，好，好。跳得好啊，燕小姐！燕小姐舞姿出众，婀娜多姿，妙啊，妙啊！多谢郑少爷夸奖。不知道姐姐为郑少爷准备了什么节目？芷渊不才，不像妹妹多才多艺。真是卑贱小地方来的，粗鄙不堪。双双，休得无礼。芷渊，大娘子请你喝杯茶，你就不要责怪你妹妹了。来，慢点啊。大小姐，你好生休息吧。一会儿你的情郎就要来找你了。小公子，先进去休息吧。你的手好舒服呀。芷渊，你没事吧？
言不回，不可以！老爷，我刚才看见燕不回进了纸鸢房间，哎，早就怀疑他俩有问题了。咱可不能让这对狗男女坏了我们燕家的名声。你干什么？人呢？老奴刚才明明看到2个人都进来了。给我搜！今天就算把整个房间掀了，也要把人找出来。是。怪我！走！怪我！郑少爷看上的果然是我。就这么个丑八怪来侮辱本少爷，你们燕府给我等着！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！哎呀，说说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一定是你这个贱人下毒毁我容貌！我只动过你桌子上的这条手帕擦脸。这条帕子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条帕子是大娘子昨日交给我包裹掌家钥匙的手帕。我看这帕子包钥匙有些可惜，想着今天宴会可以搭配衣服，就带了过来。妹妹何时拿了去啊？你休要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跟燕不回一起进了卧室，现在又一块过来，你俩一定有奸情。爹爹明察，我刚才宴会饮酒，有些头晕，方才是在凉亭吹风醒酒呢，和小叔也是听到郑少爷惊呼之后才赶过来的。好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为燕家继续遮羞了。
爹爹，大娘子想用16年前陷害我娘的招数来加害芷渊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。我这里有当年共犯白掌柜的认罪书，请爹爹明察，还我和我娘一个清白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跟他娘一样，都是勾引人的贱货。只有我才是一心为了燕家呀！你个贱人！爹，郑公子已经看了我的身，他肯定会娶我的。等我以后当了正妇，燕家还会少了好处吗？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还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！老爷，你要怪就怪我，不要怪双双。来人，是，将大娘子杖责80，关到后院杂物房，永生不得出来。是。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这么对我娘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这个丢人的东西，你不配待在燕府。把他给我送到乡下，找个骨头嫁了。是。爹，不要！爹！爹爹深明大义，芷渊谢过爹爹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吗？大娘子，你的报应来了，现在后悔了吗？报应？我只后悔当初留了陆锦熙一条命，如今让你这个贱人爬到我头上了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将你娘千刀万剐。燕双双已经被爹爹送去乡下，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了。双双，你的宝贝傻儿子，看样子也是指望不上了。大娘子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留着一口气，多喘2天，说不定还能看看你的宝贝儿子是怎么死的。对我金贵做什么？他可是燕家的嫡子，等他将来当了燕家族长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解决了一个，贱人！老爷，大娘子像疯了一样说着喊着要见你。我去看看。老爷，当年我是听你安排才陷害陆锦熙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贱人，当年你做了那么多不要脸的事情，现在还想来攀我？那80杖你还没挨够吗？啊！好你个燕瑞鹏！我在燕家做小伏地这么多年，顶着骂名给你生儿育女，你居然给我合拆桥！要不是你为我生了个儿子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鱼死网破。燕家这些年做的勾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清楚。那又如何？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？啊！你以为我没给自己留活路吗？都告诉谁了？啊！快说！那就不劳老爷操心了。只要在金贵20岁新冠礼之时，老爷当着宗族亲长的面，把燕江族长职位传给他，我自然就会告诉老燕不会真的姓燕了。如果宗亲族长知道这件事情，
他们会放过你吗？老爷好好想清楚，这个家要不要交给我儿子？我答应你，就看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严瑞鹏，让我滚出来！走开！不知郑大人到来，有失远迎。各位，别整这些虚的。昨日我儿在你家受到的惊吓，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。你若不能安抚我儿，我们之间的生意就别再谈了。郑大人莫生气，小女昨日不知礼数，我已经将她送走了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王儿看中了你的大女儿，你把大女儿嫁到我家，我们就是亲家。昨日的事我就不计较了，我们以后的生意也就更好说话了。我说明白没？大美人儿，嫁到我家以后啊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爹，好，郑大人，只愿去您家，那我就放心了呀。不愧是燕家，为了利益，什么都可以牺牲掉。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爹爹，郑大人，结亲只能让两家原本就亲密的关系更进一步罢了。可我这儿有让大家一起赚更多钱的法子，不知郑大人如何选择？严大小姐有何办法呀？3日后，京城布匹的价格会暴涨。爹爹和郑大人不如趁这几日多多囤积些布匹，日后大赚一笔。二位若是信得过，不如将此事交给我来办。好，姑且信你一次，但若是亏损，你知道后果。是。胭脂院，母亲跟妹妹的仇，你给我等着！花布，颜色漂亮的花布，来看看。花布啊，花布，来看看吧。生意兴隆啊，老板。谢谢。走。严金贵，你闭嘴！贱人，先是欺负我妈，又欺负我妹妹，现在还敢染指我燕家的生意，看你今天怎么死的！啊，你等着！进来吧，哥儿几个，这个小娘子就送给你，可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！多谢多谢。哟，小美人，放开我！别挣扎呀，你越挣扎呀，我越兴奋。滚开！芷渊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放下！狗东西，敢绑我！你敢打我！芷渊，快跑！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追呀！站住！快跑吧！还有前面的追！严芷渊，你清醒一点！哎呀，既然已经做了复仇的决心，就不能再想其他的了。
况现在怎么样了？回禀老爷，小公子怕是日后不能行男女之事了。瑞鹏，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要趁早做打算了，要不咱们燕家就后继无人了。族长说的是，还好现在不会生气，已经能保我了。老爷，3日前您让我囤的那批布匹的货，今日被抢购一空，外邦商人不管多少价都要，抢得都快打起来了。燕大小姐刚回燕家就帮燕家操持家业，不如让燕大小姐多参与燕家的生意，咱们燕家就后继有人了。族长说的对，立即吩咐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志渊就是我们燕家的大管事，见他如见我。是老爷。好女儿，我能把你捧得多高，就能把你摔得多重，这辈子就乖乖的为我卖命吧。以前在账房的时候，你就每天数着这账本，没想到变成大小姐了，还是每天对着账本。我把你调到我房里来，可不是为了听你唠叨的。你赶紧去管管我房里的下人吧，不然他们可要翻天了。是。你怎么来了？志渊，你发烧了。不用你管我，我账本还没看完。你别管我，我账本还没看完呢。燕瑞鹏值得你这么拼命吗？我对谁拼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忘了，你是我小叔。好，陆志渊，真的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小叔，我现在姓燕，我叫燕芷渊，日后可别再叫错。芷渊，你真的不能再看看我吗？然后我也不认输，慢慢拒绝这苍生的苦。燕不回，你也是燕家的继承人选。对不起，我别无选择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我刚刚听后院的人说，大娘子偷偷跑了出来。大小姐，你可得小心一些啊！什么？贱人，你害我儿子绝后，我要你的命！大娘子，我要喊人了！你喊呀！这院子里的人都被我迷晕了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我15岁便入了燕府，可那时候你娘就是燕府的大娘子了，我只能熬啊熬。终于，我把你娘熬走了，我的肚子也争气，第一胎就是男孩。有了金贵后，我就知道我在燕家的地位稳了。可是你竟然伤害我的金贵，你就那么把我唯一的指望狠狠地踩碎了。燕芷渊，你就该死！是燕金贵先绑了我！你闭嘴！
你不要再装了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你来燕府就是为了给你母亲报仇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杀我呀！你动我的金龟干什么？去死吧！只愿别怕我在。不会，不会。原来你们两个果然有奸情啊！啊，也对，一个是血气方刚的少年郎，一个是娇滴滴的女娇娘，遇上了怎么会不情投意合、干柴烈火呢？可是他是你的小叔呀！报应都是报应啊！那我就再做一次好人，送你们一起上西天。住手！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贱人，望我留你一条性命，你却自寻死路。我最后的指望都没了，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愣着干什么？把他带下去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事到如今，是我输了。你从一开始进燕家，就是为了害我的一双儿女，给你这个没用的母亲报仇。还有你，虚伪自私，薄情寡义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燕家，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。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，永远无法得偿所愿。今天燕府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说出去。违者杖毙。是，老爷。吴雅静，你死的真是时候，免了我亲自出手。没想到，我一直想手刃的仇人，竟然以这种方式自杀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燕不悔，我第一次觉得，如果你不是燕家人，不是我小叔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芷言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听错了。我是后背被刺伤了，可不是耳朵受伤。你说的，我可都听见了。别以为你为了救我受伤，就可以乱来了。
你没事吧？志远，不要多想，我会把一切都解决的。多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梦里就不用顾虑身份、立场。这是你之前让我私下偷偷囤积的布匹，涨价时卖出赚到的钱。我刚刚算好，拿着吧。竟然有这么多，你就这么直接给我了？当然，都是你出的主意，才赚到这么多钱。更何况，自古以来，夫君赚到的钱，都是要交给娘子的。可是大娘子的死，我感触良多。不会，也许你说的对，这燕家真的是个吃人的魔窟。可是我不甘心就这么逃走了。也许我们可以改变燕家，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。好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留在你身边。你们是我一手扶持才有现在的地位，想在我的手掌上翻天，你们还太嫩了点。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抓起来！是。芷渊，你真是枉费了爹爹的一番心血，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燕瑞鹏，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将燕公子前几日送回燕府的箱子拿过来。这批钱款不翼而飞，燕不回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敢偷拿燕家的钱财，将燕不回押入地牢。爹爹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这笔钱本来是给郑大人上交税款的，燕不回竟敢私吞。郑大人说了，你要是嫁给郑小少爷，此事可以既往不咎。你若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将燕不回交由刑部审查。刑部的手段你可是知道的。郑大人，我已经决定将这一切嫁祸给我弟弟，那笔税款你安心收下便是。日后燕某这边货物的进进出出，还请郑大人写个方便，通融通融。好说，好说。不愧是郑大人，有勇有谋，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。还有件事啊，我儿还是忘不了你家燕大小姐。不如这样，我们结为亲家，以后你燕家的事就是我郑家的事儿。燕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好说，好说。哎，请。燕瑞鹏，你虚伪至极！芷渊呐，你愿意为了你的小叔嫁去郑家吗？好。
颜不回，你认罪吗？我有何罪？当年要不是我把你接回来，你能过得上现在这锦衣玉食的生活吗？既然身为燕家人，就理应为燕家牺牲。那你为何不去牺牲你自己啊？颜不回，我还就告诉你了，这个罪你若是不认，芷渊就要为了你嫁去郑家喽。燕瑞鹏，你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不要伤害芷渊。我自然说到做到。来人，将燕公子送去刑部受审。是。既然去了别人家里，就要服侍夫君，孝敬长辈。送大小姐出门吧。停下！停下！新娘子脚踩地不吉利，还没进门你想克死我？我不嫁了！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？你爹爹已经把你送给我郑家，今天你想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起轿。大美人儿要去哪儿啊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让爷好好疼你。哎呀，大美人儿脾气倒不小，小野猫我喜欢。你干什么？放开！你别挣扎，你越挣扎我越喜欢。贱女人！来人，跟我追！这里看看，一定要抓住那个女人！还追！
原来我爹和郑大人一直在走私军火。民女燕芷渊有冤情禀报，请大人开门呐！这大半夜的，何人有冤情？大人，民女燕芷渊要状告京城首富燕瑞鹏和盐铁司郑有望勾结，倒卖军火。你可有证据？要是所言不实，本官就判你斩立决。今日郑家强迫民女嫁入他家，民女无意中发现我的嫁妆箱子里装的竟然全部都是火器弹药，这才慌忙跑出来禀告大人。竟有此事！徐大人怎么来了？多谢徐大人帮我们家抓回陶妻，改日定登门道谢。来人，给我搜。是，徐大人，今日是我儿大婚的好日子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郑有望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藏火器！冤枉大人！大人，冤枉啊！这些都是这个贱人带过来的嫁妆啊，我并不知情啊，大人！你还敢狡辩？这么多年，你跟我爹暗通款曲，不知干了多少违法的勾当。来人，把郑家所有的人押回刑部，严加审问。是。不要啊，大人！爹，怎么办呀？爹，我不想死啊！误会啊，大人！大人！芷渊谢过许大人，只是民女还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刑部今日上午是否关押了一名姓燕的男子？你怎么知道？燕不回是为了民女才被逼认罪的，他是冤枉的，还请徐大人网开一面，放过他吧。既然已经知道是郑有望和燕瑞鹏串通的，那自然和那名男子没有关系。你将他带回去吧。还有，你先稳住燕家，本官随后就到。徐大人爱民如子，断案如神，芷渊在此谢过。芷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昨天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不过都已经解决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过燕瑞鹏。怎么是你？真没想到啊，你还能记得我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好，我这回来是想要谢谢你，给我养了一个好女儿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月儿的？你把她怎么了？看来你还不知道啊，芷渊早就回到燕家了。什么？一定是你骗了他！你把女儿还给我！你要敢动我的女儿，我跟你拼命！如还想见你娘亲，独自到码头悬崖边凉亭见燕瑞鹏。娘，陆娘子，
陆娘子，芷渊，你别慌了神。对，悬崖边，去悬崖！娘，来了！快跑呀！我要过来！你娘叫你跑嘛！快跑啊！不跑！你别轻举妄动！哼，真没想到啊，10几年过去了，你娘还是那么美，一点都没变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是不是变得苍老了很多呀？啊？那都是因为这些年我在燕家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，生怕哪一点没做好，那些族长宗亲就惦记我的位置。你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你是为了燕家吗？你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呀？你就是一个在码头长大的贱种，你知道呼风唤雨、位高权重的感觉吗？还有你，一介女流，凭什么拥有陆家的万贯家产呢？陆家的钱财与其被别人惦记，还不如我先下手。所以我就怂恿族长向狄青略微施了点小手段，结果你还真的乖乖就把嫁妆和钱财交到了我的手里。燕瑞鹏，你卑鄙无耻！你说对了，我要是正人君子，燕家早就把我放弃，我还能活到今天吗？臭丫头，我苦心经营的生意都被你毁于一旦。你要是想救你娘，就从这跳下去。快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别碰我娘。芷渊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，就算你从这儿跳下去，他也不会放了你娘。燕不回，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是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，燕家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呀？你休想！我已经给族长写了信，你的身份马上就会真相大白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谁都别想得到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是吧？反正你也快死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真的燕不回16年前就已经被我杀了。什么？16年前，老爷子病入膏肓，他却一直思念着燕不回这个杂种，一直想把燕不回接回燕家。我为燕家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所以我干脆就把燕不回给杀了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老爷子只是想把燕不回接回燕家，私下养着。我自然不能告诉老爷子燕不回已经死了呀。我正着急的时候，有一个小男孩拿着燕不回的玉佩回来了。你说是不是天助我也？原来是你，是你把不回推下山坡的。不回，你怎么了？林萧，我快不行了。如果有姓燕的人上门来寻我，你就带着这块玉佩替我回去吧。我出生以后，除了照顾我的嬷嬷，没有燕家人见过我。后来嬷嬷也病死了。林萧，谢谢你这些年在这破地方陪我。回燕家以后，你就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不回！不回！不回！难怪我回到燕家，燕家对我非打即骂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！你现在明白了，但是晚了。燕芷渊，要想你娘还活着，就快点跳！不要！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千万别碰我娘。芷渊，不要！月儿，月儿，你快跑！月儿，
跑！你要是跑了，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月儿，不要管我，你走吧，离开这里好好活着，月儿。快跳！严瑞鹏，月儿也是你的女儿，你竟然如此狠心，你才是那个最该死的！陆娘子，陆娘子，娘，太好了，娘还活着！快把你娘扶起来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月儿，我没事。贱人，去死吧！绝鬼跑！滚！你这个小贱人，害我一无所有了，我要杀了他！严瑞鹏，既然是你造的孽，那就让我来结束。芷渊，芷渊，你们严家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！真的燕不回16年前就已经被我杀了。月儿，没事，没事啊。芷渊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怕，我这就叫大夫过来看看。月儿，没事，不要怕啊。大夫，大夫，这边请。快看看。这位小姐连日劳累，加之受到惊吓，晕过去了。吃上2副镇定安神的药，就会好起来，无大碍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大夫。大夫，这边请，您辛苦了。没事就好。芷渊，言不回，不对，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。欺骗我很有意思是吗？芷渊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你有苦衷，我就活该像个傻子一样被你骗得团团转。既然你有苦衷，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接近我？看我为了血缘关系痛苦、难过，你很开心是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芷渊，我是担心你知道了我的身份以后，被殷瑞鹏发现，他会加害于你。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芷渊。每次你一接近我，我都特别难过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我小叔，我们不可能发生什么。可是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所以，从一开始你就对我。对，没错，我喜欢你。从你还是我小叔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你了。可那都是以前了，我现在对你只有失望。我燕芷渊是绝对不会对一个欺骗我正久的人付出真心。芷渊，走啊！走！
娘，渊儿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渊儿，娘，你没事吧？娘没事。娘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欺骗你，我不应该私自去燕家，还把姓氏也随了燕家。渊儿，娘知道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但不管你是姓燕还是姓陆，都是娘的好女儿。还好现在安然无恙，不然娘要后悔一辈子的。娘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保护好自己。那，你想好以后如何打算了吗？虽然燕瑞鹏已经死了，可燕家还欠我们的，我要把这16年燕家欠你的、欠陆家的，全都拿回来。燕大小姐，你已经嫁去政府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燕芷渊是燕瑞鹏名正言顺迎回来的燕家人，怎么就回不得燕家了？燕芷渊，你亲手弑父，做出如此有违伦理之事，你不配做我们燕家的儿女。这样是大逆不道啊！真是太不孝了。好，那既然我不是燕家人了，那我们就来算算16年前的账。这是我娘当年嫁给燕家的嫁妆单子，总共3000两白银，500两黄金，还有10箱珠宝首饰，请燕家悉数归还。放屁！当年你娘偷男人又无子嗣，起初放了2条，本来应该进猪笼的。我们家主心善，放过你娘一命，要不然哪有你这小杂种活到现在啊！这是白管家的证词，当年我娘私通之事，纯属燕瑞鹏和吴雅静故意为之。如果各位族长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对簿公堂，还我娘一个清白。肯定证据是真的，他才这么嚣张。当年陆家那可是一笔巨款呐，要是真给他，燕家怕是要元气大伤。我倒是还有一个法子，如果燕家不想割肉，那燕家下一任家主的位置交给我来当。不可！自古哪有女人当家的道理？我们将这嫁妆退还于你，但是你以后不可姓燕，不可打着燕家的名号行事，否则休怪我燕家不讲情面。好，那今后我只会以陆芷渊之名行事，两家在此立下字据，永不反悔。哎，这边有腊肉，有排骨。渊儿，燕家家大业大，我们带着钱离开这儿吧。娘，我们现在手里有银子，我还有经商的头脑，我们为何要走？该害怕的是燕家才对。当年整个燕家都是燕瑞鹏的帮凶，我陆芷渊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陆老板开业大吉！各位宾客，里面请。今日新店开业，一律7折。哦，走，进去看看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让我进去看看。走。哇，老板娘真不错。哎呀，死人了！
怎么会这样？啊！有毒！来人呐！陆老板要害死我们！陆老板，这菜里有毒，把我的小厮给毒死了。不对，这酒店饭菜都是由我娘亲自监督，不会有人下毒的。陆老板真是不认账了，怪不得都说女人开店不靠谱，这吃死人还想赖账，大家伙评评理啊！就是啊，怎么能这样啊？怎么能这样啊？饭里面有毒，想害死人呐！带他们去见黑店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报官。报官就报官，谁怕谁啊？是不是大家伙？去报官！报官！威武！台下状告之人，你有何冤屈？草民王武状告蓬莱酒楼老板陆芷渊饭菜投毒，害死了我的随身小厮。陆芷渊，你有何要说？民女并未下毒，我与王武从未相识，没有理由加害他。哼，你肯定知道我是烟喜酒楼的老板，害怕我以后抢你生意，所以加害于我。烟喜酒楼难道是燕家？笑话！我要是想加害自己的竞争对手，怎么会选择自家酒楼下毒？王掌柜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狗头猪脑。难道？我现在就能治好他。哎，陆芷渊，你要做什么？诈尸啊！王审官明察，根本没有什么诈尸，这个小厮没有中毒，他是装的。哼！你如何知晓他是装死？其一，我蓬莱酒楼内一应饭菜都由我娘亲自监督，根本没有机会下毒。这其二，酒楼内所有人都没事，只有王武这桌中毒，难免让人猜疑。就因为你今日酒楼开业，害得这条街上的老店铺英雄全无。一个女子就应该在家浆洗缝补带孩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抢生意？放肆！在本审官面前，你敢出手伤人？来人呐，把王武给我拖下去，杖责100，罚银50两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王审官英明。哼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出手害我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严组长，大事不好了！严组长，严组长，严组长，不好了！陆芷渊把京城所有的生丝都买走了，我们买不到货，现在所有买家都找上门要货了。怎么可能？京城那么多生丝原料，他陆芷渊一个人全买走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燕府今天再交不出生丝来，我就把你燕府砸了！来，走。开门啊！你燕府今天再交不出生丝来，我就把你燕府砸了！严组长，你开门呐！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这批货要是给不到我全家都要饿死了。就是啊，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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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诸位老板，诸位老板呐，我燕家是被奸人所害，一时之间交不出这么多货来，还请诸位老板宽限几日啊！说得轻轻，京城已经3天没有新货，宽限期能变出来吗？就是。各位老板，各位老板莫慌莫慌，各位老板莫慌，想要生丝，我这儿要多少有多少。贱人，不准你踏进燕家半步！我又没进门，我就在门口吆喝一声。你，各位老板，若是想要生丝，可以到我陆家新开业的锦绣布庄购买。今天新店开业，一律8折。哎呀，8折啊！
有救了，太好了！快去，咱们去那边完了就没了。哎，解决问题了。哼！哎，快走快走！你们，诸位老板，你贱人！燕组长，没事吧？这个贱人！慢走啊！里面请。老板，账本请您查阅。好。要不是当初燕不回囤积布匹，赚了些银两，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底气把京城的生丝都买断。燕不回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各位宾客朋友们，蓬莱酒楼现在扩大经营，需要招聘小厮2名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找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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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听说陆掌柜酒楼招聘小厮，我来应聘。我这里不招你。那是为何？我们店里需要招聘吃苦耐劳、有眼力劲儿，最重要的是诚实可靠的人。不知这位公子占了哪一样？我能吃苦的，店里的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我来干，就收了我吧。那好吧，不过试用期3天，你就住在柴房，今天之内把店内所有卫生全部打扫一遍。好。都这么晚了，你还没收拾好呢，工作效率也太低了。要是3天试用期没过，你就收拾东西走人。还剩一点儿，就快结束了。酒楼的卫生我全都做完了，这些餐具我看着还有点污渍，就拿过来擦了擦。我看你做这些还挺熟练的，以前在燕家，他们也老让你干活吗？那倒不至于，燕家的人啊，只会打压我、贬低我，这些都是我以前跟燕不回生活的时候干的。胡雅静和燕瑞鹏都死了，燕不回也离开了燕府，看来上一世的结局已经改写了。是真正的燕不回吧？你之前和燕不回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你以后还是叫我凌霄吧。白杨镇是一个很偏远、贫苦的地方，常年庄稼颗粒无收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病死了，直到我7岁那年，遇见了燕不回。那时我肚子很饿，想要去偷点东西吃。你是谁啊？嘘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只是太饿了，想进来偷个馒头吃。我也是来厨房拿馒头的。只剩最后一个馒头了，给你吧。你在自己家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？李嬷嬷不让我吃。好了，我吃了你的馒头，那我们就是兄弟了。李嬷嬷要是再欺负你，我保护你。以后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没有人带我回燕家了。反正燕家人也没有见过你，你还有我呢，别怕啊。凌霄，谢谢你。
直到李嬷嬷死后，我和燕不悔相依为命，生活了3年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从山上失足摔下去的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是燕瑞鹏。我真傻，我还傻傻的待在燕府。好了，你别难过，之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芷渊，我真不是故意骗你。我原本是想着带你离开，但你离开燕府以后，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。我都知道，我没有怨你。燕瑞鹏终于死了，燕家也马上就要落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。芷渊，林霄，你试验期还没过呢，这才第1天，还有2天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好。滚蛋！臭疯子！燕家已经垮了，整个京城谁会跟你燕家做生意？赶紧滚蛋！我们燕家可是京城首富，等我们东山再起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哎，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你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陆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们燕家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燕家吧！燕族长言重了，燕家这么多年靠燕瑞鹏违法经营获取暴利，早已经忘了经商之道。劣币驱逐良币只是暂时的，燕家称霸京城商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京城商业的繁荣，还是要靠那些勤劳踏实的本分商人才能支撑下去。好，说得好，哎，对，说得陆老板说得好，陆老板不愧是京城新秀。陆老板深明大义，曹某佩服佩服。曹老板客气了。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还请陆老板成全。这是……陆老板，您别误会，这套嫁衣是我为我未来妻子准备的。我与表妹相恋8年，便想着给她个惊喜，下月直接与她结婚。方才瞧见陆老板与我表妹身形相似，便想求着陆老板给我表妹试一下嫁衣。对，陆老板现在是京圈的新贵，咱们呢都想沾沾陆老板的喜气。那好吧，这是我第2次穿嫁衣，不过都不是我想要嫁的人。林霄，哎，陆老板，衣服还没换呢。林霄，你听我解释。芷渊，你还是没有原谅我，所以你昨天晚上说的话全都是骗我的，对吧？既然你都已经要嫁人了，那我祝你和新郎新婚快乐，100年好合。林霄，你这么快就给我下定论，我陆芷渊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吗？陆芷渊，你害我不能人事，毁了我的后半辈子，我杀了你！林霄，陆芷渊，你害我家破人亡，我就让你失去最爱的人，永远失去最爱的人。别走。
是否能度过雪季？冷风中，别哭了。长夜里，拥抱着残留的暖意。你不要怨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真的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林萧，我没有要嫁给别人，我已经不生了你的气了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林萧，你醒醒！林萧，林萧，你醒醒啊！林萧，大夫。骆老板，这位公子脉象微弱，但没有死，让我尽快给他扎针。大夫，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我求你。怎么样，大夫？老夫已经失针，保住了脉象，能不能缓过来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谢谢大夫。林萧，你都已经昏迷1周了，你是不是还在怨我，所以不愿意醒过来？林萧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？元儿，来吃点东西吧，别饿坏了身子。娘，我不饿，我没有心情吃饭。娘，这段时间家里的生意辛苦你了。你看，你的手都粗糙了。你放心，虽然我被燕瑞鹏蹉跎了这么多年，但我们陆家当年在京城也是盛极一时的人家，娘不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拖你后腿的。娘，有你真好。哪有娘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的？那你想好与林公子以后怎么办了吗？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尽快醒过来，只要他醒过来，想做什么我都随他。其实之前在燕家，他就跟我说，让我放下仇恨，跟他一起离开。那个时候我真的犹豫过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，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？傻孩子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夫人，小姐，钱大夫来了。快请进来。窦老板，林公子的脉象越来越弱，老夫回家翻遍医书，找到了一味叫藏红花的药，可以缓解内伤，改善气血的循环，消除气滞。服用后，林公子定会醒来。那在哪里可以买到这味药？藏红花价值不菲，市面上很难买得到，只有在黑市上拍卖流通。不管是黑市还是白市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拿到藏红花救林萧。哟，这么漂亮的小娘子也会到黑市里来呀？小美人儿，想买啥？等会儿要是钱不够，求求我，我帮你买呀！今日拍卖金丝碧玉发簪1支，西域藏红花，天山狐裘1张，100年人参，金丝碧玉发簪起拍价100两。区100两也好意思上拍卖会了？小美人儿，
你叫我一声哥哥，我买来送你啊。我出150两，小美人今晚跟我回去。区区150两，也好意思拿出来？我看你们还是留着给自己当棺材本吧。给脸不要脸，等会儿别哭着过来求我。150两一次，150两2次，150两3次。成交！恭喜这位公子获得金丝碧玉簪。下一件拍品，西域藏红花，起拍价500两。600两。原来小美人想要西域藏红花，我出800两，我出1000两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1200两。1500两。我出1600两，我就不信你这女人还有钱。1800两。等我拿到了西域藏红花，我看小娘子你怎么哭着来求我。哈哈哈哈哈。2000两。2000两，这么高啊？有这么多？这价格什么？你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2000两一次，2000两2次，2000两3次，成交。林霄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罗老板，药熬好了。罗老板，你的藏红花只熬了1碗，别浪费了。这样可不行啊！林公子气色好多了，一定是药起作用了。那就好。钱大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已经好转了吗？罗老板，请放心，刚才林公子是把体内的淤血吐出来了，用不了多久定会醒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钱大夫，谢谢你啊，请。钱大夫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等有时间我一定亲自登门道谢。不用客气。林霄，林霄，志远，既然你心里没有我，那我也不再纠缠你。没有我，你可以随心所欲看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林霄，林霄，你快回来！我不会再装作不喜欢你了。以前我是被严家的仇恨蒙蔽了双眼，我不知道你的好。我现在再也不会装作不喜欢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林霄。好，既然你为了救我差点丢掉性命，那我陆芷渊便把这条命还给你，从此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不要！你不是要走吗？还回来干什么？所以，你是故意引我出来的？别走！就算我故意引诱你出来，你不还是出来了吗？你现在知道生气了，那你能理解当时我知道你骗我时候的心情了吗？林霄，我们以后不要再对彼此说谎了，好不好？你都已经要嫁人了，
撒不撒谎，跟我也没关系了。谁说我要跟别人成亲了？如果我一定要跟一个人成亲的话，那个人只能是林霄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没听到就算了。我听到了，只要你要嫁给我了，这次你不许反悔。多谢您生下芷渊，让芷渊来到我身边，我一定会好好对芷渊的。娘，请喝茶。好，好。今后不管是苦是甜，你们都要紧紧牵着彼此的手，幸福的度过这一生。恭喜陆老板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陆老板，林公子新婚大喜，早生贵子啊！等等，老夫有一个疑问。以前陆老板身为女人，孤身一人在京城做生意，老夫钦佩不已。既然现在陆老板已经成婚，那陆家的产业婚后是不是应该交给林公子打理呀？毕竟男人主家才是正理嘛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说的没错，有道理。今后陆家的产业还是由我和我娘打理，各位客官请放心，无论芷渊婚嫁与否，与各位的生意往来照旧。这像什么话？出嫁从夫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！对呀，哪有出嫁有了丈夫的女人还在外面抛头露面？这太不像话了。掌柜们的好意，林某心领了。陆家的产业是娘子挣来的，是她多年打拼的心血，林某并未参与其中，怎可成婚之后霸占娘子的财产？能娶到娘子，已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事了。那今后我们陈家不会与这等违背纲常伦理的老板合作了。对，我们也不会。陈老板，我记得你家还有800两尾款还没交给我母亲，既然不想合作了，那我也不再给你宽限期限，请立刻归还。张老板，我记得前日你还哭天喊地的，说我再不给你供货，你们全家都要喝西北风了。既然不打算合作了，那明日那批货我也就不给你们家送去了。刚好我也不想跟你这等看不起女子的商家合作。这哪里说的是？商人逐利而行，不义者不成事。我陆芷渊做生意，从未因各位是男子就高抬货价，挑三拣四。既然各位不愿与女子共事，那就慢走不送。同意芷渊的，那就请留下来喝芷渊一杯喜酒。请。你说说这帮人，过来丢人现眼，大婚的日子，他们在这指指点点的。说尽真不够，把心思说透，攒下满心温柔。芷渊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林霄，刚才在宴席上我说的那些话，你没有生气吧？没有生气，能娶到一位这么厉害的夫人，是全京城所有男子都应该羡慕我才是。梦中停留从前心着爱。那你是喜欢我叫你林霄，还是小叔？风不休，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夫君为好。埋下了情衷，待岁月参透。
你怎么起来了？今天上午宴席上，那些掌柜们闹得我实在有些心慌。阳刚虽美，但众口难调，我怕再生事端，就想着先草拟一份对策。娘子辛苦了。成家容易，守家难。新婚之夜，我还忙着处理这些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娘子持家有道，经营有方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以后娘子再工作的话，我为娘子研墨、支灯。郑某初到京城谋生，这京城的商户似乎很排外，不肯与我这外乡人合作。我在京城流转了好几日，只有陆老板接见我，郑某真是感激不尽呐。郑老板言重了，纸鸢做生意向来只看重来人的货物和人品，不在意其他的。陆老板巾帼不让须眉，不愧是京城第一富户啊！来，娘，你要是再忙着赚钱，爹爹就要跑了，你就要给我找个新爹爹喽。郑老板见笑了，这是小女陆芊芊啊，无事无事，既然陆老板有家事，那就先去忙吧。那多谢郑老板。哎，走。娘，你都忘记今天是你们成亲5周年的日子啊！爹爹可是一早上就给你准备惊喜啊！你爹爹在哪儿？爹爹，我们来啦！如果爱是随风而起，我该如何才能依稀？拼尽全力不能和你重叠这轨迹。你看天空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万千的爱意。林霄，5年的时间太短了，我还想跟你在一起好多个5年。知远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四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爹娘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相遇而涌入爱意，万语里几句就这里，拿起所有去寻找你，就圆满结局。如果爱是随